80块钱啊，看看做的怎么样。但是我感觉跟正版也差不了很多，还是没什么性价比。整体的一个盒子就非常的粗糙啊，它甚至什么都没有，然后整体的一个印刷的质量也很糟糕。那感觉应该不会做的特别的好啊，就简单大家看一下吧。是带火焰刀的那个版本的，就是一个新版，武器配置还是非常多的，枪啊、刀啊、剑啊、匕首什么都给了。但是我感觉盗版的一个质量就不用太多期待，因为其实海洋堂 KO 做的好的厂也就那么几个，并不是非常的多。首先这就是一些手型了，它是用了一个小封口袋装的，哎，这光怎么这么怪的？然后还有就是一包支架，接下来就是主体，配置还是蛮丰富的啊，但是这个本体看呢，第一眼的问题就是它的一个涂装的一个关节之间的缝隙非常的大，然后涂装非常的一般，感觉它的这个关节缝隙非常的大。你看我这刚开盒，它直接这个腿的关节直接裂开了。我来做一个安装吧。哦，这个关节崩到这里来了，看到了吗？我很难给大家看清楚啊，这个关节太小了，它直接崩断了一个关节在这边。那我还装个鸡毛啊这？我直接给它卡进去看看行不行？哎，哦，果然不行，你看少了一半之后，这里就变得非常的松。我看看能不能修一下。这个盒子还他妈盖不上了，我看看能不能给它进行一个修复。真的给关节重新塞回去之后，倒是现在能正常的一个站立了啊，但是整体的感觉就非常的糙啊。首先是它的一个，我们能看到它这个腰带，它这一块不知道是缩模还是什么原因，反正你如果向上呢，它两个大腿根的一个关节缝隙就会非常的大；向下呢，它这个腹部和胯部的一个过渡又非常的一个断层，所以说这个零件的表现很一般啊。还有就是它两个肩膀的一个胸部的一个零件，就是跟躯干的一个间隙也是太过于大了，导致它整体看起来就是一个向前伸脖子一个耸肩的一个造型啊，然后头的可动非常的松。但是这个菱角做的还是不错的啊，并不算非常的肉，我觉得还 OK。然后其他地方就非常的脏了，我们看到有很恶心的一些黄色的东西，也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涂装啊，包括零件表面的一个质感啊，都是有非常严重的一个压痕的。这个战术腰带的一个涂装也是做的非常的糟糕。整个头雕的涂装就是很胖，但是眼睛什么的倒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这个外观做的怎么样，大家就自己判断了。然后手榴弹也有刻画，整个腿就是非常糟糕。你们看到这个关节是完全不……哦，我现在给它按回去了，它还是做了一个齿轮关节的，但是它 KO 的关节质量又不过关，就导致它整体的一个品控就变得非常糟糕。然后它因为这个围巾顶在这里，它还没办法低头。我们看到它是一直就是默认的仰头一个状态。那直接看一下它的可动，首先低头大概有这么多，抬头有这么多，非常的松啊，它整个头部然后直接掉下来了，非常的松，它是整个头，就像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 KO 毒液啊，就差不多那种松度，非常的松。一个平转都是没什么太大问题，就是这一根直桩跟身体这一块的连接不稳，所以导致会非常的松。手臂的一个平台，哇，它真是很容易掉啊！它身上各处的一个零件，平台大概有这么多，正常情况下应该有这么多，但是你在网上一定会掉的。平转都没什么太大问题，弯曲也 OK， 哎，这个关节表现还是 OK 的。一个弯腰后仰，
身体各个方面的一个角度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前踢、后踢、侧踢的关节非常的松啊，我们看到非常的松，而且它有一个 O 字腿非常严重，腿的一个弯曲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它这个关节又裂开了，你看我掰2下它又裂开了。大腿平转这样也是有的。整体的一个素体并不能说非常的，应该是我感觉应该算比较老的素体的，因为它没有斜切啊，然后 KO 的一个关节质量也做得非常之糟糕，就需要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修复吧。主要还是看一下它的一些配件。这个头雕看一下，头雕做的还怎么说，不是可动眼啊，就比想象中好一点吧，至少你把这边遮住它是能看的，就各个方面都需要自己去修一下，然后再整个头部的一个剐蹭啊什么的都非常之严重啊，然后溢啊什么的，这个就一般吧。然后看一下2把这个火焰刀，整体用的一个还算蛮漂亮的一个金色涂装，虽然说有部分水口，但是呢也还算说得过去。然后把特摇件给它装上之后，整体的一个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。这2把刀的一个表现还是不错，各有一对啊，就只给大家看一支就好了。然后还有这样的一对刀是有2把，也是双刀的一个配置。还有一把手枪，手枪的细节非常的肉。还有一把这个，不过现在海洋堂的东西有配枪的话倒是蛮不错的，因为很多东西都需要你去买配件包啊，去另外去购买来实现，所以说 1.5 还是有不错的一个可选的价值的。然后一把步枪也是做的非常的油亮啊，非常的质感就很糟糕了，很一般了。但是 KO 的一般这些就也够用吧，也够用，因为也不算说表面会有非常多细节的一些武器配件。然后还有一把小匕首，也有用了一个银色的涂装。还有就是这个应该是一根棍子吧，通体银色，然后有一点黑色的一点小涂装的一根棍子。然后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刀鞘一样的东西，这个是所有东西里面涂装最好的啊，还有2个小刀鞘，还有2个小手榴弹，跟本体上的表现无异啊，就不带大家看了。那总的来说，总结一下这一款 KO 的一个上装，我们看到它这里非常的松啊，是一款就是没有什么太大亮点，值得购买的一款产品啊，因为它的不管是它的一个造型，还是它的一个关节质量，还是说它对于正版的一个平替功效，因为正版现在也很便宜嘛，所以说这一款80块钱，我觉得很不值得买啊。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想花80块钱吃一下答辩的话，那你就自己去买吧。就这东西我是不推荐的啊，真的是不推荐。包括它围巾啊，一些其他方面各方面的东西，修的话肯定也不是那么好修的，因为它本身就是零件缩模出了问题，也不是说关节你上点胶水什么就能修的，所以说这东西还是少碰吧啊。那今天这一期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那后续的那个 CT 的夜魔侠，我不太好说这次会不会跟之前一样，就是比较快拿到货了，因为好像我常买的那个 Zero 模型，它好像这次跟 CT 没有谈拢啊，这次没有拿货，所以我只能是在别的地方去进行一个进货，所以说也不知道到时候会什么时候拿到啊。它这里还有一些小手型，就不给就这样吧，中规中矩。那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。